检测到宿主正遭遇危机，为您绑定了最强村长系统。最强村长系统，只要宿主能帮助村民致富，就能获得系统奖励，成为史上最强村长。下面发放新手礼包：速成版番茄种子，请宿主利用番茄种子帮一户村民致富，可获得现金10万元。10万元现金。爸，您为浪浪村操劳了一辈子，这次您就安心的去养病。浪浪村交给我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当个好村长，继承您的事业的。爸，安心养病，村里放心交给我。哎，村里一半贫困人口，这烂摊子我该怎么处理啊？貂蝉，该还钱了。还钱！你们村在我们饭店吃了5万，现在你是村长，快还钱，要不然我到镇上举报你去。什么？村里竟然还欠人家的钱？本来脱贫就困难，还要还钱，这不是难上加难吗？检测到宿主正遭遇危机，为您绑定了最强村长系统。最强村长系统，只要宿主能帮助村民致富，就能获得系统奖励，成为史上最强村长。下面发放新手礼包：速成版番茄种子，请宿主利用番茄种子帮一户村民致富，可获得现金10万元。10万元现金。完成系统奖励就能获得10万元现金，就不愁还钱了。那个，1个月之后来拿钱，我保证给你。月底我要是见不到这个钱，老子拆了你这个村长的狗窝！走。速成版番茄种子已发放，本番茄可以种在任何地方，半个月即成熟，请尽快帮助一户村民致富。村民孙大庆踏实肯干，乐于助人，我就帮孙家致富，好获得系统的10万元奖励。来，媳妇儿，来。孙大爷，孙大娘，哎呦，村长，正吃着饭呢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请坐啊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来，领导，在家吃点吧。咱们家平常就吃馒头。我那女儿不是在城里上学吗？我寻思攒点钱给她寄点学费，省得村里人总为我们一家操心。我当初上学的钱，也是村民们挨家挨户凑出来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浪荡村还是这么穷。孙大爷，咱种地种啥都是种，对吧？这个是改良过后的番茄种子，半个月就能成熟。你帮我种番茄，卖的钱一起分。领导，咱这都是沙土地，对呀，这番茄能种吗？能行，这个番茄可以种在任何地方，等它结了果之后啊，就能赚大钱。你相信我。这里啊，是这个月你的辛苦钱，我先给你。哎呀，哎，拿着拿着。好，既然领导这么相信咱，说啥我们也得把这个番茄给种好了。哎，一定一定。番茄交给孙大爷种了，也不知道系统给的种子是不是真的能半个月就成熟。哎呀，村长，你这番茄种子也太厉害了，没想到长得这么快。平时啊要长1年的，现在半个月就长成了。咱这农村的沙土地啊，能长出这么大一片的番茄，可太厉害了！恭喜宿主帮助村民成功，奖励现金10万元。这村长系统可真行啊！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这个可太好吃了，酸甜可口，不错不错，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。村长啊，趁其他人这个番茄还没熟，咱赶紧卖吧。卖！咱们这个番茄一定能卖个好价钱，到时候赚了钱，咱们一块分。好，卖番茄啦！新鲜的阳光番茄，特别新鲜，都是刚摘的。大棚番茄吧？我看你这番茄每个都一样，不会是打了什么药了吧？大娘，我这个番茄1块钱1斤，打药不是亏死了？什么？现在大棚番茄都卖2块5了，你这才卖1块钱。来，给我装1斤，回家尝尝。要喂呀！你卖的这么便宜，不会又酸又难吃吧？大哥，您尽管尝，不好吃啊，不要钱。甜，真甜！
年轻人，这番茄不错，我是饭店干采购的，你们先买，剩下的我全包了。好，大哥爽快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今天的番茄卖完了，明天我再拉一车来，番茄管够。好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这家番茄。小伙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等你一上午了。你那番茄是真的好吃啊！我那厌食的小孙女吃了她的番茄，今天吃了一大碗肉。可不是嘛！可我家老头子年轻的时候喝酒喝伤了胃啊，现在是吃啥都不喜欢吃。昨天给他做了凉拌番茄，他吃了整整2大碗。给我也来点吧。各位，咱们想买番茄的，有序排队好不好？不排队的一律都不卖了。排队。我全要了。顾客都守在酒店门口了，这次要再弄不到番茄，那群富豪非把我剥了皮不可。这谁啊？这我们先来的。是啊。如果想买的话，请您排队，不排队的人我不卖。我是铂金汉酒店的老板，许多人求着给我们送货，我们都不要呢。要怎样才能让你卖给我？我加钱，5块钱一斤，这些都卖给我。我说你烦不烦？都说了想买番茄，请这边排队。帅哥，就当帮个忙吧，我真需要这些番茄。如果你真想要的话，就去村里拉吧。我这人做事很公平的，你到村里来拉，给你10块钱一斤，怎么样？你神经病吧？你拉城里来1块钱一斤，我们到村里去拉10块钱一斤，当我是傻子呢？你到村里去拉，可以体验采摘的快乐，这快乐不要钱啊？行，那你把位置发给我，我现在就带人去摘。好啊。哎呀，你们这什么店儿啊？坑坑洼洼的，连货车都差点开不进来。嫌不舒服可以走，没人求你们来。村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装好了，车上一共5大袋番茄，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一布袋100斤，一共5000块，怎么支付？我扫你。支付宝到账5000元。老板贵姓啊？交个朋友吧。明天你给我们铂金汉酒店再送一批番茄。姓江名陈，林小姐觉得好，那我一定送到。支付宝到账3000元。村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能要这钱，这个月1500的工钱你已经给我了，这钱我说啥也不能要。这个呀是奖金，咱们能卖出这么多钱，都是因为你和大娘的功劳。以后需要你们的地方多了，这些还是小钱。恭喜小村长孙大秦脱贫任务已完成，任务奖励：宇宙甜王西瓜种，白月光级的西瓜，无籽沙瓤，吃了还想吃。太好了，光是番茄就能让我赚这么多，这再加一个西瓜，这钱不就是滚滚来吗？发布新任务，帮助老饭头脱贫，解决贫困村就要从解决贫困户开始。小村长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张先生，这就是咱这沙地种出的番茄，从选种到选地可费了我不少劲。不好，不够大气，这番茄树太矮。小孙啊，你们还得加油啊，得想办法让这番茄树长得像杨树这么高，结的番茄像足球这么大。以后咱的番茄树啊，一棵就卖它几万块。好，领导说得好，您要不来指导啊，我们的番茄都找不到生长的方向。说的真好啊，在大门口就能看见番茄了，眼神真不错啊。这谁呀？谁不谁不重要，一个番茄树你长这么高，咋的？我还得雇俩活给你摘啊？领导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是替他爹林氏当村长的，
他就是个临时工。志强，你要努力啊！下一届你来干。走，去烂尾山看看石头去。咱们龙城县没有企业，也没有税收，想发财就得搞石头。走。咱们也累了半个月了，咱们镇子不是有名的羊肉镇吗？我请你去吃烤羊肉，走。好。领导，今天让你委屈了，在我们这小地方就只能吃这种东西了。饭店不错，烤全羊嘛也很有特色。志强，让村里破费了。哎，不破费，才3000块而已，都记账上了。合着老子努力还着债，你们身为村领导在这公款吃喝，那我什么时候能还完？领导，买几颗白菜吧，自家种的，没打过农药呢。周仔，老饭头，这哪儿都有你。领导是吃白菜的人吗？领导，就买几颗吧，又不贵。哎，老乡，今年的收成还好吧？挺好的。您看您要多少啊？收成好就好，只要好好干，日子会甜的。现在老百姓日子都过甜了，我呢就放心了。小王，开车，咱们赶紧回县里向书记汇报去。走。只要好好干，日子真的会甜吗？大爷，您这白菜怎么卖啊？1毛钱1斤，你要多少？我全要了。哎，一共15块钱。那这样，你给我10块钱就行。什么领导？3000块钱的烤全羊说吃就吃，几毛钱1斤的白菜看也不看，怪不得浪浪村会闹饥荒了。这是100块钱，拿着。要不是我孙子病了，急需用钱，今天我老饭头不会给你低这个头。老饭头，这不是我的任务对象吗？大爷，你别再种白菜了，种白菜种一辈子也赚不到钱的。我这有改良过的西瓜种，我雇你种西瓜，每个月给你1500块钱工钱，种得好还有奖金呢。真的假的？老饭头，真的，这位啊是咱的新村长，他半个月前给了我一些番茄种子，这不前2天丰收了，卖了好多钱呢。刚刚啊还给我发了3000元奖金呢。那行，我看你啊也不像那些狗官一样，我就相信你一回。好，浪浪村脱贫还是要先把蛀虫给除了。徐志强、孙爱国，拿村里的钱请客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开什么会啊？就是，还指名道姓的让我俩必须来。大家都来了就好。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宣布。有啥事可以明天再说。咱们村欠了高桥饭店5万块钱，我想问问大家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是你说的1个月？哦不，还有半个月就还了吗？我是这么想的，我也没打算跟你们要钱，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到底吃了人家什么，能欠那么多钱？什么？我们根本就没去过什么高桥餐厅。对啊，那消费那么高，我们怎么能消费得起呢？是啊，要不是请领导吃饭，咱们平头百姓怎么会去那么高消费的地方？是吧，志强爱国？你们刚刚请领导吃烤全羊花了3000块，记到了村的账上，我还没来得及还呢。我一定会努力挣钱，替你把账还上的。啥？徐志强请领导吃烤全羊？我就说志强不是个好东西，还请领导吃烤全羊，怎么不请我们老百姓吃烤全羊呢？蒋老六，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哦，不是徐志强请领导吃的烤全羊啊，那不好意思，我还冤枉你了。大家注意啊，不是徐志强请领导吃的烤全羊。村长，你老大不小的人了，你就不要瞎说嘛。那就是你孙爱国请领导吃的烤全羊呗。你放心啊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挣钱，争取把这个钱给你还上的。爱国啊，咱要实事求是，请了就是请了，都是男人，要敢于承担。你放心，这个钱我也不让你俩单处，
老规矩，还是从村上的赈灾款里挪一点还上就行了。啥？用赈灾款还账？问过我们老百姓没有？凭什么他们是烤全羊，要用我们的钱来还？你们俩老实交代，到底有没有吃烤全羊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是请领导吃了烤全羊，但我没用村里的钱，我也不可能用村里的钱。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从昨天开始，饭店的钱我一毛不还，谁吃的，谁签的字，谁去付钱。爱国，你真不是个东西！你爹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连个羊尾巴都没吃到。二狗子，你就别跟着添乱了。我请领导吃饭，领导能给我好处，知道吗？爱国啊，作为村长，我批评你2句。你作为村干部，要时刻跟老百姓站在一起，而你天天想着领导给你好处，你这就是不忠。作为儿子，老爹一个羊尾巴都吃不到，你这个叫不孝。你这样不忠不孝的人，下年谁敢选你当村干部啊？好了，都散了吧。志强和爱国还得去饭店还钱呢，对吧？江晨，你给我等着，走！等屁！老子还急着卖番茄呢。咱们等一会儿啊，我们把货搬到里边，我们去里边买好不好？咱不着急，好吧？这里不让卖。干嘛呢？谁让你们在这卖番茄的？我们没在这卖番茄啊，我们把货搬到里边去卖。你们还没卖番茄呢，拉了一车番茄，在这兜风吗？今天一早，我们领导给我们开了会，专门抓你们这些流动卖番茄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卖出1个番茄，我都喊你爹。行，那我们明天浪浪村卖呗，对吧？我们明天浪浪村卖好不好？浪浪村番茄园，咱们可以直接到那边买啊。那明天我们浪浪村集合，好吧？好，明天见啊！明天见。不好意思啊，2位大哥，明天我们肯定不在门口卖了，我们去浪浪村卖。快走吧！我呸！村长，咱这是招惹谁了呀？刚到这儿，他们就过来找事儿，这几个意思啊？算了，一会儿我俩去博金汉酒店，林小姐还在那等我们呢。好，走。哎，拉走，我们不收番茄。不是，昨天不是你们求着我们买吗？怎么今天又不买了呀？是不是嫌我们价格贵了呀？走吧。早上我们的蔬菜供应商曹旺找到我们，说任何人不许买浪浪村番茄，我们也没办法，谁不听话就不给他供应蔬菜。这曹旺咋这么坏呢？给你们老板带句话，他可以选择曹旺，但是他一旦选了曹旺，就不要来浪浪村求咱们合作了。卖也可以，价格翻10倍。哎，村长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真不卖了？卖，回家等着就能卖。哎，好。这是刚从城里回来，这没卖掉啊！这小子也有今天啊！小伙子，你还是太年轻啊！浪浪山的水深，你把握不住的。赶紧认个错，这个世界站队是很重要的。对不起，我的价值观不允许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。村长，听说那美味番茄就是在这浪浪村种的，赶紧多买点，要不然下次还得跑这么远呢。大家慢慢来啊，不要着急。不要着急啊！现摘现买，还是1块钱1斤，好不好？乡亲们，大家不用买，这是3无产品，吃了会生毛病的。谁知道他的番茄从哪儿弄来的？咱正常的番茄能长这么高吗？正常的番茄能结这么多吗？正常的番茄是这个味儿吗？乡亲们，听我一句劝，不要再买这种3无产品了，对你们健康不好。对，不是我说，孙爱国，你嘴里有没有一句实话？昨天你不还跟领导说这是你选中的地？今天就是3无产品了。乡亲们，这番茄啊好着呢，我在县里开大酒店的，你们放心买。林小姐，你不是说不买我们的番茄了吗？嗨，那是酒店，这是我给自己家里买的。他曹旺还管得住我们家买什么呀？行，那你赶紧去摘吧，去晚了可摘不到喽。看着林清雪的卡车，光这一卡车应该就有5万了，还债不愁喽。老孙啊，你在这看着，他们现摘出来现称，
我去范大爷那边看看，西瓜种的怎么样了。放心吧，村长，我呀，待会儿把我们家婆娘也叫过来，让她帮忙啊。来，大家伙里边请啊，里边请，吃得开心，站得高兴啊！村长，你找我有事啊？你就住在这儿啊？修房子也需要钱，这孙子又得了病，治病也需要钱，难呀。孩子父母呢？车祸去世了。我那老伴前2年得病去世了，现在就剩我爷孙俩相依为命了。范大爷，这样，我前2天给你拿的那个西瓜种子，你种了吗？种了。因为那个西瓜籽啊，生长周期短，还特别甜，种了卖出去之后啊，能卖很多钱呢。可是我们家地少，我这不刚腾出半亩地来，昨天刚把种子播上，才半亩瓜，这才能种出多少？范大爷，马上就有地了，我去烂尾山那片把地包下来，然后你拿着东西去烂尾山那边等我。好，那我去了啊。同志们，挣钱的时候到了，我决定啊，把烂尾山那片地包起来种西瓜。我反对！我反对！你番茄就卖1块钱1斤，根本挣不到什么钱。我说村长啊，你不当家是不知道油米贵呀。你不知道咱们村还现多少钱吗？别说在山上种西瓜了，就是种草，它也长不出来啊，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但是只是你们种不出来而已。要想富，先种瓜呀，同志们。种瓜是好，你咋不种呢？就是啊，那么挣钱，村长你咋不种西瓜？村长，你这么喜欢种瓜，要不烂尾山的地你都包了吧？啊，对，是男人就包给我们看看。他能在孙大秦那一片沙地上种出番茄，肯定是意外。这烂尾山的地要是能长出1根草，我就不姓许。我包，你们不种，我来种。村长啊，我就知道你是不服输的人。这样吧，烂尾山一共5亩地，1亩300，怎么样？我同意。行吧，那我就先包他个20年呗。村长啊，这地不能白这么便宜，咱们这么低的价格给你，是真的想让你实际种瓜，带领老百姓致富的。所以我们有个附加条件，这地必须得种，不能让地荒了。只要江晨选择了种地，他就得浇水、施肥、打农药，投入的越多，江晨赔的就越多。当江晨赔红眼了，能不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谈钱吗？那肯定不能让地荒着嘛。好，散会吧。烂尾山地若荒，赔偿原价租金10万块钱，还得是你读书人奸诈。哦不，聪明。哎，老范头，村长来了。范大爷，怎么唉声叹气的？这么荒的地能种出西瓜来吗？村长，你是不是被他们给骗了？老范头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家那块沙地，那不也是种出来的又大又红又好吃的番茄吗？村长给的种子呀，都是经过改良的好种子，放心啊，没问题的啊。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我就信你们一回。那要种不出来呢？种不出来，全都算我的，工钱照样发。行。哎，村长，西瓜！哎，成了！这宇宙西瓜王啊，果然没让人失望。明天一早先弄个200个。孙大爷、范大爷，你们弄俩3轮车啊，明天我们拉到市场去卖。放心吧，村长，我一会儿先回家把我们家那个麻袋给它缝结实了，保证西瓜装进去啊，稳稳当当的。村长，这1个月就长成了，它不光长得快，还甜得很。你这种子从哪儿弄的呀？这不行，咱再多种3亩。没问题，瓜种多的是。咱先把这收拾收拾，拉到县城去卖。我们这瓜甜得很，不怕没人买。那肯定。走啊，走。
宇宙西瓜王6块钱一斤啊，6块钱一斤！来，快来了啊！来，这西瓜看着挺新鲜的，就是这价钱嘛，旁边摊都卖5块钱一斤，你这怎么卖6块钱一斤？我们这西瓜不一样，先尝后买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对，来，尝，来尝。来尝啊！不错。哇，这瓜全到心坎里着，比米还稠乎。我当广东几10年，还没吃过这么带劲的西瓜。可不是嘛，沙瓤的，一点不塞牙，我小孙子准爱吃。小伙子，给我称2个。好嘞。哎，你不是之前卖番茄那个小伙子吗？怎么改卖瓜了？番茄还卖吗？大娘，我也没办法，城管不让卖。如果你们想买的话，我们去浪浪村番茄园，我们可以自己摘。哎，好，我也要。来，都有啊！我来一个。我也要。行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这2个瓜呀，有人预定了。如果想买，咱们明天再来好不好？抱歉，改天再来啊。村长，这2个瓜谁预定的呀？林清雪呀，一会儿给他送过去，说不定还能合作呢。也是。村长，这不到1小时，西瓜就卖完了，将近2万块钱呢。2万块！范大爷，这钱给您孙子治病够了吧？够了，我这会儿忙完了，我给他买件新衣裳去。带点西瓜给孙子尝尝。好嘞，多带点啊！6块钱一斤的都抢着要，看来这宇宙甜王瓜的名头算是打响了。徐志强和孙爱国要是知道了，脸不得气绿了。怎么又改种西瓜了？番茄不种了？我的顾客，我的家人特别喜欢吃你们种的番茄。种啊，都种。这个西瓜，林老板尝尝，如果好吃的话，再来咱俩晚上拉。咱俩都是熟人，给你8块钱一斤。好，希望你的西瓜不要让我失望哦。江辰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没想到还真让你把这瓜种出来了。我这一瓶百草枯下去，明天你的瓜全得烂光。孙会计，大半夜不睡觉，在我瓜地里撒什么呢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昨天也撒了吧？百草枯这个味儿这么冲，我是鼻子坏了还是怎么着？我闻不见吗？就知道你会来，在这守着你呢。你别胡说，我给这瓜打农药呢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除虫用百草枯吗？孙会计，你当我3岁小孩呢？啊，范大爷，咱给他绑了。你个爱签刀的，这些瓜可都是我孙子的救命钱。走，你别胡来，我可是村干部，你敢绑我，我就报警。报警好啊，刚好让警察来评评理。你这算不算破坏生产？给他绑了。走，你们。江辰，你疯了！又大半夜把人叫过来开会，你不睡觉还不让别人睡觉？孙爱国半夜拿着百草枯到我瓜园里下毒，这个事儿你们管不管？这是百草枯，这可是犯法的。我没有，都是江辰栽赃陷害，我是路过的。你还敢嘴硬？半夜拿着百草枯到别人瓜地里不小心撒了，你怎么不撒在你自己瓜地里啊？啊，你要么现在赔钱，要么我现在送你去派出所。我没钱，就是你们栽赃陷害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也值得大半夜你把大伙叫来。这事儿也就你和老范头俩看到了，我们也没看见，我们也不能相信你俩的一面之词啊。小江啊，都是一个村的，不要把事做得太绝。我看呢，让他写个保证书算了。徐志强，你这么袒护他，他下百草枯，你是不是他的同伙啊？你血口喷人，我怎么跟他干出这种事儿？你刚才还说他是被诬陷的。孙爱国，我劝你尽快赔付我损失，不然上面还有你的指纹，我马上就可以去公安局鉴定。等鉴定结果出来，你被判了刑，看会不会革你这个村会计的职。是啊，被革职了。好，
我欠，我赔。都记好了，以后谁再敢动咱村的庄稼，孙爱国就是例子。散会。给。走了。回家。村长，为啥不直接报案，让警察把他抓走啊？直接报案只会被关几天，我要抓到他一个大把柄，把他关进去，关他一辈子。现在咱们刚开始，有人眼红了，想搞破坏的人，怕是不止孙爱国一个人。兄弟，没事，马上湾水渠的钱就拨下来了，到时候像以前一样，随便找几个村民修一修，等泥石流来了再给他冲垮，还能再申请一批灾后补助。到时候啊，江晨这3万块钱算啥呀？懂了吧？也只能这样了。哎，等等，怎么？今天还搞限购？不是限购，这片瓜昨天被人喷了药，虽然看着没烂，但是真不能让你拉走。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往瓜田里下药？孙爱国，村里的会计。不过告诉你也没有用，他背后靠的可是张启明。要是真较起劲儿来，咱们讨不到好。张启明县长，是那个张启明吗？怎么，你认识啊？何止是认识，他那个宝贝儿子天天开着辆破跑车堵在我酒店门口，还说要出300万包我半年。我正想把这件事情闹大，好抓他把柄。林老板，你真的能把那狗官拉下来吗？只要能抓到他和孙爱国勾结的证据，别说是孙爱国，就连张启明都得一起进去。这政府每年拨下来的扶贫款，你们以为没人盯着呀？可他毕竟是县长，根基太深了。根基深，再深能深得过党纪国法？你就先把眼前的事情干好。你看那条水渠，去年汛期的时候就冲垮了半片山，今年如果再不修，你的番茄园跟瓜田啊，迟早得被泥石流冲走。还有这地，卡车都进不来，你怎么做生意？这里面有5万块，拿着。先修水渠和铺路，你最好再动员一下村民们。其实每年政府都拨的有修水渠的款，只是这水渠每年都没人修，肯定又是被贪了。不过等你们修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合作了，搞一个采摘加旅游的模式，到头来啊，浪浪村脱贫致富指日可待。好，林小姐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我马上就组织村民一起挖渠修路。你也多注意一下扶贫款的动向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件事他们是会告诉你这个村长一声的。他们可没那么好心，你要不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还有拨款这一事儿。不过我估计村民们也都不知道，孙爱国和徐志强也不知道这些年一共贪了多少钱。那我先走了。林小姐，你慢走，下次你来提前告诉我。好，走。这是你的奖金，5000块钱。孙大琴的呢？孙大琴的奖金我一会儿给他，你先拿着。太好了，我孙子的看病钱终于有了。村长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！我给你跪下！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快起来！哎，这是你的劳动所得，只要你好好干，奖金只多不少。恭喜小村长，老饭头脱贫任务已完成，任务奖励浪浪村水渠最优路线地形图1份。现在发布新任务，请小村长赶在泥石流来临前将水渠修好。嘿，这系统可还真是智能啊，想到什么来什么。
范大爷，我们接下来要努力把水渠修好，先修水渠再修路。这修水渠的事儿啊，百利无一害。您再多帮我找点人，等咱们把水渠修好了，咱们浪浪村就再也没有水灾了。哎，不是我不帮忙，这个时间村民们都在自己的田里忙着，不会有空闲劳动力来帮你的。况且这水渠年年修年年垮，村民早就习惯了。没事儿，人嘛都是无利不起早。那您就把瓜种好啊，每天和孙大秦往市场卖一卖就好。卖瓜和番茄的钱，你们6，我4。这修水渠的事儿嘛，我去广播里喊2声，保证有人来。各位村民，马上又到水灾季节，挖修水渠刻不容缓。是啊，大家都是村里的骨干，修好后，每人给予4000元奖励金。这么多，不少啊！报名1小时后截止，机会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哎，村长，4000块钱是真的吗？俺家娃学费就差这些了。村长，我以前在工地干过，挖渠这活俺熟啊。我也熟，我也熟，安静。钱1分不少，咱们要挑能干活的。身体虚的、怕累的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我们不怕累，不怕累。好，妇女同志和几个精瘦的负责后勤工作，剩下的签到领工去。1组修上游引流段，2组挖主渠，3组负责下游分渠，4组切护坡，5组管收尾平整。听好了啊，1周之内必须完工，提前1天多奖500，拖1天扣200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他这是要大干一场呢啊！挖着挖着，可别把咱村里的祖坟给刨了。自己出钱帮公家挖水渠，我还没见过这么傻的。到时候，若是水渠被冲垮了，咱们就去县里告他状，把他拉下来。若是没被冲垮，那功劳可就是咱俩的了。还是村老兄有智慧。来，那儿，你看。哎，副村长，您来了。哎呦，我说哥几个，你们真信江晨那小子能拿出钱？他就靠卖那点番茄西瓜啊，都不够他自己花的，哪来的钱给你们发工资啊？不能吧？村长他不像说瞎话的人呐。哼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他爹当村长的时候啊，那些外债还没还清呢。你们就是太实诚，等水渠修完啊，他保准找借口赖账，到时候你们哭都来不及。对呀，这个我可是副村长，还能骗你们？真的吗？他们家那些家底我清楚的很，这钱呢8成是打白条，忽悠你们。这个有点村长他家好像确实大宝，没准真是假的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走，我带你们去找他。走，我们一起去。走，你看这儿，对，还有这儿。村长，俺们不是说不信你，就是家里等着钱买化肥呢，看能不能给写个保证书，保证这钱一定能给。保证书是吧？啊，行。保证书是吧？啊，行。真有这些保证书啊？不知道啊，这钱可别写对呀。他毕竟有想法。你看，拿起来了。能不能写啊？哇呀！这么多钱？是啊，没骗我们。
这是2500块钱，我们先提前发一半工资，剩下的完工之后当天结清。现在就发，谁先来？我先来！哎，你别急！哇，是真的，手都收到钱了，真的有钱啊！是啊。这钱呢，肯定是贷款带来的。副村长什么意思呀？这是你们要是不相信，等着瞧吧。贷款咋了？是，至少村长敢担事儿。你当副村长这些年，除了打官腔，还做过啥？就是俺们家娃上学要交学费时，你咋不说借钱给俺？就是啊，你一毛不拔的体工机，还好意思说村长？俺们就是新江城，就是我们新江城，就是我们就是村长，一群不懂变通的木头脑袋，怪不得一辈子都是农民呢。这水渠修好了不罚水灾，再会不成不就没了吗？有了。大家加把劲儿啊！提前完工，咱们多拿钱。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喝羊肉汤。好，你们等着吧。成了，比预计时间提前了2天。之前说了，每人多加500，一共是4500块钱，一分不少。来，发钱了，发钱了！来，大家排队啊！来，拿，这是你的，拿好。村长，这钱俺拿着踏实，比在外边打零工强多了。咱们大家也先别急着高兴，咱们水渠修完了，还有路呢，咱把路修好了呀，农作物运输也方便，以后搞旅游采摘的也方便。大家愿不愿意一起干？愿意！干！村长指导我们跟哪儿，别说修路了，就是修桥，我们也跟着干。我早就说过，跟着村长干准没错。恭喜小村长，修水渠任务完美完成，奖励防冲蚀渠壁加固技术已自动应用，以及浪浪村修路建设图纸1份。有系统之加固技术，这水渠绝对不会冲垮。千年汛期，总算能够睡个安稳觉了。唉，村长啊，孙大爷，村长，成了！这个水啊，顺着咱们修的那个水渠全都流下来了。往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家那半亩地早就成泥潭了。这太好了，这就说明我们的功劳没有白费。哎，对了，村长，那现在咱们怎么办呢？那孙爱国和徐志强啊，一定会抢咱们的功劳。放心，我已经让林清雪联系市政府了。等这场暴雨过后，市政府的人回来看咱们的水渠，把分到的挖水渠的钱，非有这2个人吐出来。好，村长，我早就看这俩王八蛋不顺眼了，只知道投机倒把，就不干实事儿，早就该有人呢来治治他们了。这是我们脱贫根基的第一步，也是我们浪浪村跨出的第一步。经过这次修水渠，我在村民心中的信任感和好感度应该大大增加了。以后啊，我们要加大步伐。是。水渠经受住暴雨考验，村民财产安全得到保障。小村长，继续加油吧！好，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您看这边啊，就是这儿，你看看，这里，你看看，县长，这渠从规划到施工全是按照您指示来的，还特意加了3层护坡。昨天那雨多大呀，这坡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可不是嘛，光选址啊，我们就熬了3个通宵，就怕出纰漏。现在好了，以后啊，村里再也不用发大水了。不错，确实有成效。我回去啊，就向市里打报告，把你们的经验推广出去。
好嘞，谢谢县长，谢谢县长。年底呀，平县那也有你们一份。哈，这话可不对啊！县长，这话可说的不对啊！县长说话呢，你插什么嘴啊？这个水渠是我带30个村民修的，孙会计和徐副村长从来都没沾过边儿。昨天晚上下暴雨，他们躲在家里，从来就没来过这个坝上。你胡说！选址时我可是提了建议的。建议？你说把水渠往你家祖坟挪3尺，就可以占半亩地，这就是你的建议啊？小孙、小徐，修渠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俩怎么能让这种什么都不懂的年轻人插足呢？县长，小孩子气话您别信啊，我们是村干部，功劳算谁的不一样？不一样，这是我们出工考勤表，是谁干了什么都记录在上面，您看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市里的领导你们就不用通知他了，今天上午他会来考察，到时候让他亲眼看一看，这个水渠是谁修的。市里的领导？市里的领导是你今天说来就能来的吗？啊？即使是市里的领导来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们年轻人呀，就喜欢异想天开。行，咱们等着呗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县长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就跟我们一起等市长来，让市长来评评，这个水渠到底该算在谁的头上。李书记来了。李书记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渠前2天刚修好，引出了大暴雨，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！这渠修得不错，我问你们，主渠坡度多少？用的什么标好的水泥？这坡度是按老规矩来的，水泥用的都是最好的。具体数据说不上来。那下游分渠的泄洪口宽度呢？水渠坡度15度，水泥编号 C30，下游泄洪口宽2米。这个是我们的考勤表，所有的人员都干了什么都记录上了。他们不知道很正常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来过。李书记，水渠是江村长带我们修的，他自掏腰包垫了工钱。你说自掏腰包？上面没给你们拨修渠款吗？1毛钱都没有看到。这个村里的账上显示，这个渠款已经拨了，但是孙会计说，这个钱在县城里一直在过流程。我着急修水渠，就先把钱垫了。有钱，我这就给你转，5万够不够？马上转。5万？市里明明批了10万。张县长，这10万修渠款，你给解释解释。问你呢，我当初给你打了多少款？你要好好想想再说。是，我想起来了，是10万，绝对是10万。江村长，你别生气啊，我现在就给你转，马上就转。孙会计这记性，怕是不适合管钱了。以后扶贫款、项目款，市里会直接派人跟踪落实，每一分都得见账见物。李书记，我还能行？不行，浪浪村暂时没选新会计，以后所有款项都直接拨给江晨，由江晨统筹安排，村民们共同监督。谢谢李书记的信任，以后每一笔款都会记在明账上。等路修好了，就规划研究村中旅游和采摘项目，到时候让村民们都能在家门口挣钱。好，张县长，你回去写份详细报告，说说这10万修渠款是怎么走流程的。3天后，
我要在办公室看到。一定一定，我肯定交。江村长，这钱转过去了，你看。江村长早该管钱了，孙会计早该滚蛋了。就是。水渠的事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查扶贫款，查低保发放，谁都别想浑水摸鱼。哼！你倒是说清楚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好好的会计不当，跑什么跑？别问了，张县长那边肯定是兜不住了。等风头过了，我就回来。你把家里的现金藏好，不管谁来问，都别说见过我。孙爱国，开门，我们是县公安局的。哎，怎么办？警察来了！哎，怎么办呀？孙爱国，开门！孙爱国，你涉嫌挪用公款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，各位村民，经调查，苏爱国在担任浪浪村会计期间，贪污修取款、无保护补助等各类项款，共计127万元，涉及挪用公款、滥用职权，现依法逮捕。我儿子的助学金就是被你坑的！我爹的救命钱你也敢看？早就该被抓了，要不是江村长，我们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。不止我一个人，张县长也有份，你们不能抓我。有什么话到局里再说。你们不能抓我，不能抓我！老孙，大伙放心，被贪污的钱一定能追回来。咱们村以后账户透明，谁也别想搞小动作。对。等咱们修完了渠，再修路，路修完了，咱们的农产品可以运出去，外面的游客也可以开车进来。到时候啊，咱们再建民宿，把咱们浪浪村打造成世外桃源。有意向的村民，现在去会议室报名，招募县人，月薪5000，先到先得。好。这次咱招些人，月薪5000，干满2个月结算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只要好，不要快，路面要平整，路基要扎实，谁偷工减料，1分钱没有。村长，俺们信你，就是这钱。放心，孙爱国贪的钱追回来了一部分，再加上卖瓜的利润，工资早就备齐了。现在选5个小组长，以前在工地干过的优先。我以前干过。行，来，把这先发了。这是修路的草图，每段都标了宽度和厚度，遇到石头多的地方，先炸再填，千万不要省炸药啊！村长，这都好细啊，比城里施工队的还要细。细才不容易出岔子。小组长每天记工，每周汇总1次，有问题随时找我。2个月后，我要卡车直接开到田里。那俺们现在就开工？不着急，现在回家准备工具，明天一早咱们正式开工。记住，质量第一，安全更要第一。好。孙爱国已被抓，为了减刑，他肯定会在公安局指控徐志强和张启明。OK， 我这边本来就有一些张启明贿赂高官的证据，但不足以把他送进去。但加上孙爱国的指控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有李书记对这件事的关注和重视，这次他们3个都会落网。那我这边先预祝你修路工程一切顺利。修路的工程也即将开始，2个月后应该能顺利通车。路通了，钱就来了。浪浪村的好日子才刚开头呢。恭喜小村长，成功拔除张启明这颗阻碍浪浪村发展的毒瘤，浪浪村村民致富道路更加畅通。总算铲除张启明这颗老鼠屎了，早该被清了。为奖励您的突出贡献，特发放新礼包超级草莓种子。该品种具有3大优势：一是4季结果，耐寒抗旱，沙土地也能高产；2是果实自带奶香，甜度是普通草莓的3倍，香甜可口；3是富含活性酶，老人小孩吃了助消化，
长期使用还能改善体质哦。4季结果，他这下发财了呀！西瓜和番茄轮流收，再加上草莓，全年都有进账。今天召集大伙来，一是要通报张启明和徐志强的处理结果，二是商量一下咱们村的致富路。张启明涉案金额2300万，徐志强87万。这里面有咱们5年的扶贫款、3年的修路款，还有咱无保护的救命钱。现在纪委已经追回来1500万，县里说了专款专用，这个钱还投回咱们村搞建设，投资好啊！村长，这些钱能给咱发低保不？不光要发，更要靠咱自己挣。孙大爷卖番茄3个月，纯利2万3。范大爷种西瓜，村子的救命钱有了吧？这可是真的，我那小孙子现在天天喝奶吃肉，这可都是托了咱们村长的福啊！这个呀是新种子，叫超级草莓。4季结果，甜度赛蜂蜜。城里现在饭店订了明年的货，我计划把东山坡划成种植区，愿意种的跟我报名，种子我免费发，技术我来教，卖不出去算我的。说的好听，扩种容易，卖不出去烂在地里怎么办？去年王家种的辣椒就是例子。这个是孙大琴的售货记录，这个是林清雪酒店的签收单。番茄卖了12万，西瓜卖了18万，账本随时能查，谁不信现在就来看。哎，你看，修路队还在赶工，月底就能通货车，到时候分3块地，西边种番茄，南边种西瓜，东边种草莓，轮着摘轮着卖，全年不停歇。修路的继续拿工钱，种地的按产量分成。老人妇女可以去开国打包，人人有钱挣，人人有活干。我报名。我也报名。第一个，算我一个，我也来。还有我啊，我也去。呀，江村长，快尝尝这超级草莓种子，真神了！下种才1个月，都红透了。看一下，哎呀，这一个尝起来比超市的甜10倍。你照料得很用心啊！咱村里的青年都去修路了，剩下的老婆子、娃娃们正好照料草莓园。这一早上啊，收了20多筐呢。可是呢，都不知道往哪儿卖，都等着您拿主意呢。村长，我家闺女在县城吃了咱们这个草莓啊，发了朋友圈，都在问在哪里买呢。有了呀！老王说2周通车，咱正好赶在通车当天搞个农产品品尝展。品尝展那是啥呀？就是呀，让城里的人到咱村里来免费品尝草莓、番茄、西瓜，尝好了当场买，让他们也能体验采摘。你们先挑10筐最红的，到市场里去，先卖8块1斤，比超市里便宜2块，先把名气打起来。好，我这就去挑草莓去。剩下的草莓啊，都存进地窖。我现在就去找林清雪，让她酒店帮忙宣传，保证品尝展当天来的人能把村口挤爆。好，村长你就放心吧，我保证啊，把草莓啊摆得整整齐齐的。好，你先去吧。哎，这村长脑子转的比咱搅拌机还快。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看这霸王条款。曹旺非要逼我签约，说我们酒店的番茄是他提供的，说我们酒店关于番茄的菜品是他番茄供的好。可是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酒店的番茄是你们浪浪村提供的，他现在非要说我们用的不是他提供的番茄，他就让我赔违约金。违约金50万，他这是趁火打劫啊！他前1个月还来堵我酒店门口，非要逼我签约，说我如果不签约，就要让我赔他钱。就要说这个农产品是3无产品，我当时为了稳住顾客，我只好先签了3个月。现在他拿着10颗好评当把柄，就让我续3年。浪浪村的果实饱满，地部带着新鲜绒毛。曹老板的番茄表皮光滑，
大小均匀，像模具刻出来的。这是最好的证据。你怕违约，他怕露馅。石克要是知道天天抢着的番茄根本不是他供的货，你说他还敢不敢提续约？你的意思是？我这次刚好就是来和你聊聊浪浪村农产品品尝会的。到时候品尝会加个环节，就叫番茄盲测，把他的货和咱的摆一起，让食客闭眼尝，投票多的赢合作权。他要是敢来，咱就让他当众出手；他要是不敢来，你就直接发声明说产品升级，更换供应商，谁能说你违约？正好，我这儿有300多位顾客，这可都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到时候让他们当评委，结果一出来，曹旺的脸被打肿。我让孙大娘准备20斤草莓，再摘50斤番茄，再摆上西瓜果盘，保证当天管够。对了，把你们酒店的厨师长叫来，让他用2种番茄做同款沙拉，盲测效果更明显。之前还以为村长就是交水电费，没想到你这个村长比我管酒店还费脑子。费脑子不怕，只要能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。我回去安排采摘，2周后品尝会，咱让曹旺知道啥叫真材实料。欢迎大家来到浪浪村，今天啊，不光通路，更要让大家尝尝咱们沙地里种出来的宝贝。哎呀，林小姐，来，请吧。林老板还是年轻，放在正规渠道不用，偏信野路子。等会儿就让他知道厉害。这个番茄有小时候的味道，汁水能顺着胳膊流。这个味同嚼蜡。这个番茄甜又不齁嗓子，酸又不让人皱眉，关键是里面竟然还是沙瓤的。我宣布，从即日起，铂金汉酒店所有的番茄、西瓜、水果全部由浪浪村直供，每个月保底采购500斤。江村长，我们食品厂订1万斤草莓做果酱，价格你开。我们餐厅要开浪浪村番茄宴，1天要50斤。你们别被他骗了，他这是3无产品，没有生产许可证，吃坏了拉肚子，谁负责？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，还好林小姐有先见之明，提前请来了咱们县里的质检员。样品 A， 糖度12.7，无农药残留。样品 B， 糖度5.3，检测出微量防腐剂。曹总是眼神不好。这个是县里的检测记录，这个种植记录，这个是采摘记录。我们从种植到采摘全程有视频记录，如果你不信的话，现在就带你去看。俺们还有农事直播，昨天啊3000人看俺直播摘草莓。你给我等着！林小姐，现在村里的狗真的能顿顿吃肉了。何止啊，我看用不了半年，浪浪村就得改叫金浪村。这直播加上实地采摘体验，再多盖几个民宿，这不就是原生态农家乐吗？我之前还要说跟你拜果酱厂来着，结果还被别人抢先了。不过这投资民宿的事可一定交给我。你们这浪浪村山清水秀的，我看整个天然垂钓地也不错。小伙伴们、老乡们，咱们浪浪村啊，这个月起通车了。来，想要品尝咱新鲜的草莓、西瓜的，到我们浪浪村啊，现采现摘现品尝。2个月了，总算把路打通了。恭喜小村长完成通路攻坚任务，奖励超级白菜种子、太空辣椒种子，附带农技手册1本，保证人人能种。白菜配辣椒，冬天不愁卖。
村长，路修完俺们干啥？总不能在家歇吧？大伙都等您指示呢。孙大爷的番茄园扩种3倍，范大爷的西瓜地扩种2亩，剩下的咱们种白菜跟辣椒，工钱按产量分配，保证比你修路赚得多。村长，这白菜辣椒能卖上价吗？你让俺们种西瓜草莓呗。这个呀，可不是一般的白菜辣椒，这是改良过后的品种。你只管种，如果比你修路挣的少，我自己贴给你。来，这边进出采摘园，草莓左边称，西瓜右边称，称完免费打包。每天3趟车往城里送啊，超市啊、酒店啊都抢着要。我这直播间呢也是卖了不少。村长，咱这产量都快赶不上卖了。好啊，孙大娘，咱们种的白菜下个月就可以收第1茬。对了，您刚刚说到直播，您可以把咱们村的小帅哥、小美女都拉过来直播，把咱浪浪村人美景美的特色给它宣传出去。到时候民宿建好了，这可是咱们第1波游客呢。村长啊，我也想啊，但是咱村的小伙子啊、姑娘啊都往城里跑，在城里工作成家，没一个回来的。过年的时候啊，能回来一个都不错了。这个不怪他们，这个是发展性问题。等他们看到咱们村发展了，他们自然就会回来的。哎，我可以直播呀，我对咱们村各个项目都非常了解，我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啊。往年浪浪村都垫底，再这样下去，俺们村可就是倒数第1了。哦，王村长，哎呀，王村长来了。来都来了，尝尝西瓜呗。我们的西瓜又大又甜。不了，我就是随便看看。你们这种的不错啊，不错。那下次再来啊。孙大娘，咱们每次扫码的时候都互相扫一下，看看之前是否收到。看来扩得好了也会惹来眼红和嫉妒。这2天先安排村民夜间巡逻吧，看着田地，千万不能在这个刚起步的关头出什么事。咱们村长呀，就是瞎担心。咱村日子刚过好一点，谁会费那劲来捣乱呢？对呀，这大中午的，还不如在家睡大觉呢。哎，那是不是冒烟了？那是不是火星子？是火星子，快！快！哼，让你们浪浪村抢风头，收光你们的采摘园，看你怎么得意！来人呐，放火了！肯定是王家庄的人来破坏我们的采摘园啊！我告诉你，幸亏村长有先见之明。是啊，这要是烧起来，没个一时半会儿，根本烧不完。对，走，咱俩赶紧去跟村长汇报。走。哼，江辰啊，江辰，你防得住火？哼，那我就换你的2维码。明天游客来了，一扫码，钱全进我的口袋里，看你怎么跟村民交代。村长，可王家村长本事了，敢在老子地盘上放火！村长，您看，上面有到现在还没烧完的油，肯定是早有预谋。可别王村长以为烧了瓜田就完了，真当咱们浪浪村没人了是吧？2维码，快去看2维码！走。昨天让他们检查2维码，检查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们俩就刚到。大娘，我刚扫了10块钱进去，你看一下收到没有？
没有，没有。怎么还有一张啊？怎么还有一张哥？王村长，你挺会玩啊！放火烧幌子，二维码才是真的。原来是这样！盗窃罪，3000块钱3年，可以坐3年的牢呀！那我成全他。是啊。大娘，每次收款的时候都注意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收到款。好。然后告诉每一个村民，每次来的时候像我这样抠一下，看看下面有没有别的。好。我先拿着这个去趟公安局。走。支付宝到账3000元。哎呀，成了！嘿嘿，江辰呀江辰，你小子也有今天，跟我斗你还嫩了点。带领全村人致富，我看就是个愣头青。这3000块钱只是个开胃菜，等明天啊游客都来了，看不把你卖草莓的钱全揣我兜里。请问是青山村的王某某吗？有人举报你涉嫌盗窃，请配合调查。盗窃？你们搞错了吧？老子从早上就窝在家里啃西瓜，动都没动过，这盗什么窃呀？王村长，待在村里不代表没犯事儿。江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倒想问问你，你人在青山村，二维码怎么跑到浪浪村采摘园入口了？游客扫码的钱怎么全进了你的账户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没关系，公安局可以从你的收款码里查到本人的账户。如果不是王村长就算了，我就让他们直接把账户冻结了。是我的收款码。哼，刚刚不是还信誓旦旦的说不是自己的吗？方村长，变卦的速度还挺快啊！对，这算是盗窃罪。数额较大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你这可是精准作案呢，还换了收款码，性质更恶劣。主动自首的话，或许能从轻处理。要是等警察上门，3年以上、10年以下，你自己选。你可别吓唬我呀！吓唬你？我已经把证据交到派出所了，现在应该快到你家了吧？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王村长，在家啃西瓜啃得很舒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那3000块钱我还，现在就还。王村长，别着急啊，警察说了，这个数额够判你3年的了。不过我这个人好说话，你肯放过我？放过你可以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这3000块钱我可以不要，警察还可以从轻处理。哎，答应，别说1件，10件我都干。帮我直播1个月。哎，好，别说1个月了，2个月都行。王村长爽快，那咱换个地儿。哎，好。哎呀，王村长，咱们说好的直播啊，在这里播更有氛围。江辰，你说我算话，真饶了我。我说话当然算数，但这直播就得在咱草莓园门口播，让大伙看看是什么宝贝儿让王村长犯了糊涂。大家尝尝有人犯罪的元凶，甜掉牙的草莓不好吃呀，不要钱。家人们呢，快看啊，这是青山村的王村长，昨天晚上跑到我们种植园放火，还换了我们的2维码。他为了呀，就是咱们这颗草莓。我就是一时糊涂，草莓太甜了，
红的就跟那红宝石一样，我一时没忍住。我的天哪，这草莓园太有魅力了吧！王村长，值吗？为了草莓炖橘子，不值，不值。浪浪村的草莓虽好，大家可别学我动歪脑筋啊！警察同志，你们辛苦了，这事儿我就不追究了。念在主动退赃和配合宣传，罚你500块，批评教育，下次再犯绝不轻饶。交，我马上交。走了。但是王村长，这个月的直播可不能少哦。是。村长，这直播几分钟50个订单，这王村长倒是咱的活广告呀！村长，这就是咱们自己种的草莓做的草莓酱，您尝尝。村长，江村长，忙着呢。工厂刚做出来的草莓酱，来尝尝。你今天不用直播吗？不，天天播。这2周替你们吆喝，我直播间都涨了2000粉呢。就是青山村村民问，青山村啥时候也能种草莓呢？你们村也想种啊？想，太想了。哟，让我天天瞅着你们货车进进出出，游客一波接一波的，都睡不着觉了。江村长，咱俩村搭个伙呗。你提供种子，俺们村出地赚俩钱，咱们平分。你们村啊不适合种草莓，你们的土地适合种白菜跟辣椒，而且啊草莓苗还得等下个月。我让人培育的新品种。真给啊？但有个条件啊，你们收到的每一份收入要分给浪浪村3成，1是提供种子费，2是提供技术费。3成就3成，江村长仗义。以后俺们村能脱贫，别说3成了，5成我都乐意。那就签吧，我派孙大爷去教技术，保证呀，让你们村种出来的跟我们村是一个味儿。好。等等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直播跟这个是2码事啊，你播不完你不准走。还有啊，你们村里的水渠太旧了，过段时间我给你个图纸，重新修一修。你也不想刚种好的作物被一场大水冲走了吧？你放心，水渠的事儿算技术费，不收你钱。江村长，你这是……都是一个镇的啊，穷帮穷才叫本事。下个月我就去那个青山村看一下地方，到时候啊，把那个种植区规划搞个2村采摘联票，让游客一次性玩个够。江村长，我王老三保证绝不给你丢人。哎呦，去吧。这个呀才算良性竞争。村长牛啊！触发跨村合作任务，奖励耐寒草莓苗培育技术，助力2村共同致富。这才刚开始，以后好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哎呀，女儿，村长，我家女儿回来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你不是说在城里找工作吗？咋突然回来了呀？您就是江村长吧？我在学校的时候看到咱村在直播，我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，还辅修了自媒体运营，想回来帮村里做宣传啊。这是我写的策划案，请您过目。这策划案够专业的呀！你在城里工作？我投了3家旅游公司，但看咱村发展的势头，突然觉得最好的事业就在咱家门口。啊，您看，这是我拍的村口的老槐树，这是水渠边的野花，配上咱的草莓番茄，肯定能吸引很多城里人来。哎呀，你这话说的对呀，丫头，大学4年没白念。欢迎回家。这样，你负责直播和旅游的线路规划，月薪8000。这个可比你在城里实现要高吧？另外，每带火1条线路，给你5%的提成。村长，你这待遇也太好了吧！我同学还有好多在为找工作发愁的呢，有几个是学市场营销和设计的，我要不要去问问他们来不来？求之不得呀！咱们村现在正缺年轻人，民宿内外都要装修，产品啊要先包装，我们还要弄线上商城呢，让他们来实地考察。
待遇工资随他们本事开，住宿呢就住我们新盖的员工宿舍。好，我这就帮你问问。村长，我有3个同学立马同意了，他们这周就来。那太好了。我也不能落后，我现在就去工作。正常想拍一个关于浪浪村的宣传片，从以前的土堆房到现在的采摘园，再采访一下村民。触发人才回流任务，奖励乡村旅游，宣传素材库，包含高清航拍模板、民俗故事脚本，助力浪浪村走向全国。年轻人回来，村子才算真的活了。浪浪村民宿今天正式开业！好啊！太好了，终于开了！家人们看过来，咱浪浪村民宿今天正式营业了，每间房都带小院，推开窗就是咱们草莓园，晚上还能听蛙鸣呢。看看这装修，恭喜啊，江村长，你这民宿终于建好了。林总，您真是太客气了。拿着。林总啊，今天这个民宿，林总功不可没。今天刚摘的草莓在前台，我们去看看。好。江神，我跟你说啊，上次那批草莓酱卖爆了，这次来想谈谈民宿的早餐经营问题，用你们的新鲜食材做套餐。没问题啊，这个事情你找孙小雅对接。他今天啊，刚把从采摘到餐桌的流程图给做出来。好嘞。啊，挺新鲜的。这个呀，是你之前提到的鱼汤。我跟村民商量过，觉得这个方案非常可行。下个星期就可以下水放鱼，游客钓上来的鱼呢，可以直接加工。真巧啊！哎，我正准备告诉你，我们博金汉要在浪浪村开分店，就在你们民宿旁边。这游客摘完番茄、草莓，就直接送往厨房，中午就能吃上自己摘的菜，晚上再直接住民宿，完美闭环呀！林总，这个算盘打得响啊！但我这有2个条件啊，优先选择咱们村的农产品，还有就是让厨师教咱们村村民做2道拿手菜。没问题，我明天就让设计师来量地，争取3个月之内就开业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垂钓地的鱼可以直接供应给我们的厨房，到时候我让厨师研发个1鱼10吃，保证游客回头率。好。家人们快看，林总和村长要合作开酒店了，以后来浪浪村摘果钓鱼，住民宿吃大餐，一条龙。爸，你看，浪浪村真的变样了。等到你病好了，可以直接回来养老了。怎么样，江村长，成交不？合作愉快。等酒店开业，我请你吃咱自己钓的鱼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您慢走。哎呀，李书记，江村长，我可是慕名而来啊！市发改委的同志天天跟我念叨，说浪浪村短时间内开了3个采摘园，现在还开了民宿，浪浪村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。我们这儿天气凉快，食材又新鲜，现在天气又热，开个民宿正好。明天咱们市里要给咱们村颁奖，乡村振兴示范村，这个荣誉是你带着浪浪村全体村民干出来的。而优秀村干部这个奖，江晨，你实至名归啊！好，谢谢。好的，书记，我明天一定去。这个奖有一半是我父亲的，他守了一辈子村，为的就是今天；还有一半是村民的。如果没有范大爷、孙大爷，还有孙小妹，就没有今天的浪浪村。谦虚是好事，但功劳得认。市里研究了你们的模式，特色种植加直播带货加乡村旅游，这个路子太适合咱们山区了。所以啊，市里决定投资2000万，把周边的青山村、王家沟等5个村子联合起来，搞一个龙城县避暑旅游带，
修路、建观景台，统一培训村民，钱由政府出。但总策划人，我们认准了你江晨呐。我，5个村的总策划是，就是你。你懂种植，会经营，还能团结人。政策里都写清楚了，你可以调配各村资源，市里会为你配备专家团队，出了问题我担着。家人们听到了吗？以后不止浪浪村，还有周边的5个村都能摘草莓、钓大鱼啦。总策划还是我们江村长。真不错。这个是任命书，你看一下。谢谢李书记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所有项目的主力必须得是各个村的村民，赚到的钱必须是各个村的，我1分不要。哈哈，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文件里都写着呢，利润70%归村集体，30%用于再投资。你是政府的特聘人员，政府给你的工资按月发，每月1万。触发区域协同发展，5村同步脱贫任务，浪浪村脱贫任务圆满完成。奖励：智能乡村管理系统，可实时监控多村种植进度、游客流量及收益分配。祝您高效统筹。李书记，放心，我绝对会让5个村共同富裕，让村里的狗都吃上肉骨头。好，江总策划，咱青山村的草莓苗成活率超过90%，上周直播卖了2000斤，村民都说比种玉米强了10倍。我打算再扩2亩地，您看？可以，下午指导队就过去，但是记住了，别贪多，要保证品质。哎，我们王家沟的垂钓池挖好了，昨天释放了300斤鲫鱼。铂金汉酒店的厨师来看过，说下个月就能搞个钓鱼宴，就是路还没修通，游客开车进不来。这周5动工旅游专线，连接5个村子，年底前保证通车。将你们钓的鱼用冷链车送县城里，当天就能上餐桌。哎，好，一定得搞好。大伙的进度都超出预期，尤其是青山村的跨村合作模式，值得推广。记住，咱们不是要每个村都跟浪浪村一模一样，而是要找到自己的特色，因地制宜。王家沟钓鱼，石板村种菌菇，柳树村搞手工艺品，最后穿成一条线，让游客来就不想走。江总策划说的对，咱们都听你的，听你的。来，李书记。谢谢。江晨，张启明落马后，龙城县县长这个位置空了半年。组织部考察了不少人，但总觉得差点意思。李书记，您这是？这是全县科级以上干部的联名推荐表，并带领浪浪村脱贫，推动5村联合发展，建成中心小学，这些实际全县有目共睹。市委班子讨论后，认为您是县长的合适人选。李书记，我没当过县长，我怕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啊。你刚回村时，谁相信浪浪村能有今天？市里县域和代村一样，关键是心里装着老百姓。当然，这得走法定程序，先通过组织考察，再由县人大代表投票选举，全程公开透明。按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，县长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。你要是同意，下周就开始考察，下个月提交县人大表决。李书记，王局长，
既然大家那么看重我，那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托付。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好小子，有担当，不要紧张。你的所作所为，党和政府都看在眼里，人民也都看在眼里。我相信，你这个县长一定能够当好，一定可以带领全县人民更上一个台阶。江县长，江晨哥，你的投票结果出来了，全票通过。这么快啊？我还以为到下周呢。快走走！江县长，咱浪浪村啊出县长了，我这就到大门口啊放一挂大鞭炮，让全村老少爷们啊都闻闻喜气儿。江县长，这是我专门留的状元瓜，您可得尝尝啊！哎呀，想当初我那孙子连买感冒药的钱都付不起，现在好了，学也有的上了，天天还有肉吃。这可都是您的功劳啊！从代理村长到县长，这逆袭也太燃了。记得刚看直播的时候，孙小雅说村里连5保户的钱都贪，现在居然出了县长，这才是老百姓需要的父母官啊！哎呀，别叫我县长，还叫我江晨就行。我还是浪浪村的人，照样住在村里。咱们呀，以后照常摘草莓、挖水渠。好，当县长啊，是开始不是结束。这个呀，是全县的旅游规划。每个村呀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到时候大家来旅游捧场啊！好啊，不错。家人们，江县长说了，以后每周都会浪浪村直播，想看县长种西瓜的，点个关注不迷路。我最珍贵的东西不是系统，而是这些可爱可亲的老百姓。